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开始了。今天是2026年4月20号，美东时间11点半。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。那么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，帮忙确认声音和图像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播了。有没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？我们来确认一下声音还有图像。好的，感谢丽丽的确认。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标普大盘。那么，因为这个周末刚刚过去，这个周末的话，还是中东那边的事情没有落定。中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关注焦点，对吧？造成了今天这个现在 K 线上是一个包含关系，也就是今天跟周五的 K 线出现了一个包含关系，受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新闻的那个影响吧。那么，但是图形上我们看，我们其实关注的就是合力，我们永远关注合力表达，而不是关注某一个新闻或者某一个人，他们都是分力。那么合力怎么表达呢？现在是一个包含关系，也就意味着顶分型还没出现，对吧？没有顶分型，没有顶分型就没有顶，没有底分型就没有底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告诉你了。在技术上现在就没有底。那么至于它的这个怎么选择，那你需要看小周期了。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，1小时6316，这是这波的起涨点，什么结构？这个是小 A 段进入段，然后做了一个大 A 中枢，然后开始做小 B 段离开，这所有的这些全都是小 B 段在模型里面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小 B 段是怎么构成呢？1、2、3、4，现在走了个4浪，现在走第4浪。那么在3浪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不是说周末出了消息你才出这个需要去卖。你看在这个第3浪的这个内部，这是我已经用这个不同颜色标出来了。你看这里有1个、2个、3个，在第3浪或第3笔的内部已经有3个小中枢了，也就是5分钟上有3个小中枢，对吧？禅师告诉我们，2个中枢就大概率结束。那么出现3个中枢，那结束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对不对？不是等到它跌了你才知道要跌，而是说它涨的时候你就要去找背驰。但是因为它这个周期比较小嘛，5分钟上，所以说它的延续性有的时候可能会延伸的比较长一些。比如说出现3个中枢，或者说4个中枢、5个中枢都可以。如果说级别比较小的话，所以这是不是跌的时候你才知道去减仓，而是说涨起来背驰的时候。涨起来3段有背驰的时候，有5段有背驰的时候，3段这个带中枢的时候，还是说一个这个趋势上涨带2个中枢的时候，对吧？不是说跌了我才去找这个原因，而是说涨的时候你去干什么去了？你要想一想。那么现在这个1小时上 B 中枢还没出来呢，它这个还是在走小 B 段。如果说这个4浪回撤碰不到6845的话，还可以有第5段呢，对吧？这个小 B 段在模型里面现在是处于这么个状态，这是 A， 这是这个前面是小 A， 然后这是起涨点 A0 点，然后下面这个中枢是大 A， 现在在小 B 段呢，现在这里呢 B 还没结束呢，什么时候结束呢？这里要出来大 B 中枢，你才能说小 B 段结束了。现在 B 中枢有吗？没有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4浪回撤，你要去观察它怎么样能结束。你如果说用黄金分割简单测一下的话，给你一些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，去观察它能不能够到这些位置得到支撑。这些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的话，不是说必须要到这里，而是说到了这里它更容易得到支撑，晓得吧？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回调还是非常浅的。那你需要到小周期上看，在5分钟上一样的有中枢了。现在针对这个中枢的话，也没有出现3买或3卖，它完全是这已经反弹够一笔了。看这里，这里这个反弹已经够一笔了，这个反弹够一笔了。然后这里有个中枢，意味着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小3卖，也就是在5分钟上有希望要出现一个3卖。如果说出现3卖的话，可能再打一个低点，就会出现一个这么一个结构，有一个 A 中枢，有一个3卖，然后这个有可能结束了。
只能说有可能。为什么说只能是有可能？因为它可以再反弹一次，然后做一个 B 中枢，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也可以。也就是说，它形成三脉之后，不是说就可以就100%结束，而要看它后期。如果说它这个反弹特别强烈，直接走反向，那你就可以说从这里断开。但是如果说反弹很弱，那你就知道是要在这里做 B 中枢。至于它是否要做 B 中枢，不是你当下能够预测的，而是你能够跟踪出来的，一定是跟踪而不是预测，一定要注意它的区别。好的，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，我们简单说一下，然后看大家的提问。58499朋友问了一个 S 是什么？没有分析过，我们看一下，是这个吗 ？Sentinel One， 请确认一下，因为很少分析这个标的，然后哦，应该是这个哦，我们之前也是这个分析过它的结构，可能是也是你问的吧？那么我们看一下，它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低点。11.81，然后也打掉了前面的历史最低点12.43，所以说现在有希望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束，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，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拐点。我们把这个图形给它稍微的清一清，我看一下，有可能是一个大结构的一个完成，有可能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月线的一个背驰。出现了一个月线的一个大背驰，看到没有？月线给你打了3折，月线打了3折。我们一直说做什么呢？做3折，给你打3折的时候，或者打5折的时候，我才考虑进。也就是说，找这个盘整背驰点，这个是一买盘整背驰点，对吧？所以说是出现了一个潜在的一个3折的一个好位置。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3折的这个第3折。那么这就是那个这个月线上那第3笔或第3折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，这里有一个进入段，然后一个上去又下来，然后再上去。不管怎么讲吧，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，做了一个周线的大中枢。其实它这个中枢的话，比较它这个位置啊不够一笔，但是这个反弹又有点确认，但是所以说就直接就一笔到这里了，所以说是这样一个进入段，然后上下上。那么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修正一下，是这么个结构，这是它的中枢的位置，这是中枢的下沿，这是中枢的上沿，是这么个区间，看到了吧？然后呢，现在是又出现了，也就是说它的这一笔是周线的一笔，我们把这个高亮一下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分析就是这一笔有没有结束。那么现在周线上有出现了周的底分型了，而且上一周是涨了17%，出现非常好的迹象。那我们现在需要降低周期，看一下日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日线上做了2个中枢，然后又是这个类似走的非常纠结的这段，不知道它的基本面啊。基本面的话，那个我们给简单的，它叫什么 ？Sentinel One 是吧？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个，因为这个结构还是不错的，是月线上一个大背驰，一个大盘整背驰。如果说基本面能非常好的话，那这个票就有意思了。它是做什么的？是做这个云原生终端安全，其核心是利用分布式 AI 代理，在设备端实现自动化的威胁检测、预测和实时回滚修复。它这个护城河是啥呢？高度自动化与 AI 优先架构，相比对手，其系统对于人工干预依赖更低。且在2026年，它有一个叫 Purple AI 深度集成，在多产品交叉销售，如数据云、身份安全上形成了较强的平台粘性。这个公司啊，它是全球 AI 驱动型安全领域的领军企业。2026年营收已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，是挑战传统巨头的头号黑马。它的竞争对手有哪些呢？大家就比较熟悉了。CRWD 好多人问过 CRWD 了，对吧？之前我们有朋友在这里问过
CRWD，还有这个 PANW， 这都是它的竞争对手。这是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，所以说这个 S 是一个这个黑马，所谓的市场的叫潜在黑马。它的估值现在比其他比较是比较低的。然后呢，2026年已经实现盈利了，不错呀，这票。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那几个竞争对手，我刚才说了 ，CrowdStrike， 还有那个 PANW。他们都是这个在争夺大客户，所以说这是确实是一个可以那个如果说你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的话，确实这个位置是不错的，毕竟是一个月线的大背驰，月线大背驰。如果说能起来的话，起码有一笔吧，你就先做月线这一笔也能够，因为级别越大，你所能够期待的空间就越大呀。我这里起码期待月线上给我一笔。如果说他这里做一个月线中枢往下砸也没有关系，我起码能跑得出来，因为这个周期大，这个区那个周期大的话，级别大的话，你所期待的空间就越大。然后它又是一个区间套的下的这段的结构也相对的很饱满，周线上也很饱满，然后这个日线上这个离开这段也饱满，然后现在是日线上开始有起来的迹象，唯一的就是现在还这个 MACD 还没有上到0轴以上。如果说能够 MACD 拉到0轴以上，那就开始启动了。所以说现在还是一个我觉得有潜在的要起来的迹象，但是并没有完全起来。那么如果说能够在0轴以上，就是这个 MACD 最好是能够拉到0轴以上去，这个位置还没上去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它还会有反复，比如说现在是200天、120天是明显的一个压力位。它可以顶到120天这里，然后给你一个回踩，一个2买，然后比如说一个跳空缺口，直接就离开是可以的。所以说你如果说手里不知道你的仓位有多少，还是说有没有进，你说是打算建仓，应该是没有进。但现在这个这个上涨已经够一笔了呀，你这个就尽量不要追它这一段。我们先看一下最后这一笔，也就是说以这个最低点来分析它，因为它这个已经上涨一笔了。很有可能你一买它就开始出现回调。我现在只分析 11.81 右侧的这一点，这就是在这个1小时上 11.81 右侧的，对吧？那么你看它的1小时已经出现了个1、2、3、4、5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。你如果盯它的话，2位置不买呢？1小时上给了你个2买呀，这是，对吧？你如果说一直盯着它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撤不出低点。什么时候买呢？其实就是这样，虽然说我们做复盘的话有点类似马后炮，或者说因为你现在肯定知道哪儿该买哪儿该卖了，但是在你没有任何一个位置，首先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位置100%无风险，没有，市场上就没有100%无风险的交易，所以说你任何一个位置买都有可能被套，都有可能止损出来。你所能做的其实无非就是利用仓位来控制风险而已。那么在1小时上出现了这种位置，2买了，那你就要尝试啊，进仓位啊，对吧？给你底分型了，又是一个2买，前面的结构又是那么饱满的情况下，你就应该进仓位尝试，而不是说我涨起来了我开始追，那是错误的。你为什么可以尝试呢？因为这个位置我进场，我的止损就放在这个下面 11.8 下面，你看一下空间有多大。比如说底分型出现，你进场7%，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它这个盘子比较小，所以拉升阶段你没有进的话，那它这个就拉得非常快，拉升的特别快，这个空间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大，7.36%。所以你在这个位置进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好，我如果说亏损7.36%的话，我应该进多少仓位？我是应该进10%还是5%还是1%？因为它这个止损空间太大了呀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哦，止损7.36%，我一下干进去50%，那你这个仓位就有问题呀，对吧？因为你这个位置进不保证它就不打掉11.81这个位置，虽然说11.81是这个历史最低点，或者说又创了一个这个新低的位置，所以这个的这就相当于你要承受这7%多的这个亏损的，在1小时进场的时候，你要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的。如果说你说我这个7.36%我也不想承受，那你就不要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位置进场的话，这个止损一定放在11.81下面一点，
所以说这个7236%是你必须要承受的这个损失。比如说它突然一个利空消息跌破了11.81，那你就要止损出来。这个止损不是杀跌，而是在你已经计划好要承担这个亏损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交易，而不是说啊出现下跌了我这个割肉，出现上涨了我追涨，那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思想。就是一定要在思想上杜绝追涨杀跌，而是先计划好我要承受多少亏损，然后至于涨成什么样是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预测涨成什么样，但是你能够计划你亏多少，晓得吧？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现在已经走出了一个12345了1小时，那你现在追，你一追它立刻这个5就可以结束，然后在这里做中枢，所以说现在就比较尴尬了。那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只能在这里等着它这里做出中枢之后，我买这个结构买点。看它出现中枢之后能不能够去往上走，那就有希望出现拉到日线上就拉到0轴以上，那就有希望打开这个空间。但是现在你看它这个日线上并没有把整个空间打开，看裸 K 的话，这个120天还压制力还是比较强的，120天，所以说估摸着这1小时上会有大概率是有回踩，比如说踩到200均的时候，比如说给你个200均。虽然说这个中枢看上去比较怪异，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结构啊。所以说往下回踩的时候，只要不出现那种快速下杀，比如说跳空缺口似的那种，给你个跳空缺口，叭叭叭快速杀下来，这种是需要止损出来的。只要不出现这种情况，那你就可以大胆的买回撤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月线的一笔反弹哦。现在月线才出现了1根 K 线，本月是涨了11%。如果说真的月线能够起来的话，那最少有5根 K 线哦。晓得吧？如果说从这个最高点这里下来的话，那你去测一个黄金分割的话，它起码弹到19，现在是14.38。如果说能弹到19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多大空间，32%的空间呢。所以说月线的一笔这且涨呢，如果说能起来的话。这个票可以关注，这个票可以关注，基本面也不差，图形上又起来了，然后可以，但是不要追涨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 S 这个票不错啊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丽丽朋友问了一个 NBIS 是吧？那这票我也是注意过，这票也基本面也非常好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，我们之前应该是分析过它的它的图形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跟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尽量的这个说一点它的基本面。毕竟虽然说禅师说这个为什么我们看的更多的是技术面呢？因为技术面变化快。技术面变化快，变化多，所以我们要更关注变化多的。但是基本面和比价关系，它的变化小，它的变化慢。你一旦选定了之后，你就不管它了，因为它不会今天是这个基本面，明天是那个基本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变化更多的技术面。不是说技术面更重要，而是说你已经选定了你的标的了，是基于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选的标的，而不是基于技术面。或者说我是基于3个维度选的标的，我是基本面、比价关系，最后才是技术面。技术面管的是进场，但是做不做某一个票是取决于它的基本面和比价关系的。所以说这个一定是3个维度来的。那么这个 NBIS 是什么票呢？它是首先它是一个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公司，主要提供的是 AI 基础设施服务。然后呢，它其实是个欧洲公司，它是一个欧洲的公司。那么也是围绕英伟达的这个高性能的 GPU 构建了大规模的云算力平台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它主要是欧洲及北美领先的一个独立的 AI 云供应商。然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呢？就这个 CoreWeave， 就是英伟达的亲儿子。CoreWeave 是它的 CRWV 吧？就这个 CoreWeave 是它这个 NBIS 的竞争对手。还有那个 LB 什么玩意儿 Lambda Labs 也是它的竞争对手。还有一些那个亚马逊的云，对吧？所以说它是这么个公司，但是主要它是在欧洲来说，它是应该算是
独一份的，或者说它的这个 AI 方面可能更强，在欧洲这个云供应商方面，所以这是它有别于其他的像 CoreWeave 可能更关注是北美市场。那么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图形，那么图形上啊，这我们之前分析过，它在季度上有这么个这个回落不够，那么在月线上有这么个大中枢下面，它的所有起涨的话是从这个 14.09 的，那么 14.09 之后有了一个123段，但是呢123段的3现在还没结束，可能这个3可能还没结束，从这个 73.52 上来，我们需要看一下周线。那么周线从这个也是从这个起涨点的话，就是嵌套嘛。你要看周线，先看月线上是什么结构，然后再一点点嵌套到下的这个小周期，这就是区间套。那在这个周线的话，3段对吧？1、2、3， 1、2、3、4， 5段了。周线上已经走上第5浪了，那么这就是第5笔或第5浪。那么再看它从 73.52， 所以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 73.52 右侧。之所以关注它的原因，就是我要看它结没结束吧，对吧？这其实很简单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，5虽然出来了，但是5结束没结束啊？你从那个周线上判断不出来的，只有5结束了，我这个整个才结束，对吧？或者说这一波结束了，它可以回来做大中枢了，看它做中枢之后能不能起来。或者说5结束了，我是不是要走反向了，对吧？不论怎么样，你都要判断这个5是不是要结束嘛。我们赚的钱，你如果说做多的话，是赚这个走势延续的钱，也就是说这个5要延续，你做多你才赚钱。如果说5的上涨不延续了，那你去做多，你就是亏损嘛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判断的就是是不是要延续。那么怎么判断延续呢？是否延续呢？就是要看它的结构。那么在这个 73.52， 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，有进入段，有中枢，有离开。这个离开明显比这个记住要大，就是空间要大，说明什么？不背驰，说明这段不背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小 B 段你也可以把它理成，这也是小 B 段嘛，这是大 A 在模型里面，对吧 ？B 不背驰，那 小 B 段不背驰，但是它的内部结构如果说饱满的话，它也可以有回落。所以你又要看日线，又要看1小时的。但是模型上是什么？模型上是现在有大 A 了，那我这里可能要出一个大 B， 然后从 73.52 有可能要结束了。现在这个小 B 段你还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呢，这就跟刚才那个这个标普有很类似了。所以说我们两个方向都要看，其实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中阴状态。现在高量的这段就是处于一个中阴状态，所谓中阴状态就是它的这个没可上可下，它的状态没有定下来。那么你就是两个方向都要考虑，我要么往上涨延续，要么回落一笔形成下面这个中枢的300，对吧？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它，或者我们在缠论里面说它是一个中阴状态的原因。那么需要看一下小周期上，看小周期的原因是我要看它的结构是不是饱满。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，我们看这个，这是我们之前画过的，但是这个的话不是这个严格定义的话，它有包含关系，可以不把它当成一个，这是我们之前画的，所以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修改。这是一个重新按照严格定义来，我们画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结构。这里是3的回落，然后这个不够，直接到这里。好，现在是这样一个结构。我们看它的小周期上1小时上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做了一个5浪5段。然后现在开始有回落了，但是这个回落的话还没碰到前面这个高点148.9，也就是说它可以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或者说7的话不打高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然后7之后还要在这里做1小时中枢，对吧？但这个回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这个回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而且这个做了2个小中枢，这小周期上肯定是有2个小中枢了，然后今天开始抬。我不知道你是打算建仓，那么这个位置就应该买一点1小时的仓位了。这个位置要买一点1小时仓位，也就是说可以做1小时的，先做这个反弹这一笔。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要再次突破这个168.7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只能跟呢。这就是我一直讲的，出现了买点的位置，你就要用仓位上仓位去跟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位置就是它因为离这个89点，它这个起涨点在89.65呢，这个空间有点大了。
也就是说，你现在要进去止损的话，就比较大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空间它多大，41%的空间，这已经涨了41%了。所以说你就，但是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很少提及止损，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其实他也是这个回答过，之所以他不经常提及止损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是3个维度选票。基本面比价关系，最后才是技术面。如果说基本面比价关系没有出现变化的时候，它是不止损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只用技术面来操作短期操作，但是中长线的那个仓位是不止损的。即使我这个位置买了，但是出现继续回落，我可能就拿着不动。如果说仓位很低的话，它可能在最低的时候就把仓位买够了。这种回档对他下面进的仓位来说是能够承受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师说他没有很少提及止损的原因。但是因为他这个起涨点在89.65，这个空间太大了。如果说你不做止损的话，那你如果说又一路加下来，对吧？它完全是可以再打掉80.65的，那这个就这个亏损就比较大了。所以就看你个人的，首先你的这个你在这个位置没进，然后现在想进，你说这是不是就有点尴尬？那你只能做很小周期的，就只能设止损。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设止损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不是要延续，比如说要踩到120小时均线去，你要不设止损的话，看一下这个空间有多大，19%。所以说这个票啊，你要做的话，只能去做非常小周期的5分钟、15分钟的这个结构。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进了，然后我的止损就放在这个200均这儿，200均我们看它的空间有多少？3点多，对吧？这个的3点多的止损还是能够承受的。所以说你如果说做的话，只能做很小周期的这个交易，因为一旦破了它的话，我就要出来，因为你不知道它下面是不是要往下走这么深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涨的时候，在大周期出现结构买点的时候你没进，然后大周期涨起来了你想进，你只能用非常小的仓位去做非常小的周期。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，一定要把仓位跟你的级别这个对应好。我做的是，首先我要做的是日线的这个结构买点，然后到了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一直拿着不动的，如果说没有出现它的日线卖点的话，我是一直拿着不动的。那么我做的其他的都是小周期的，比如说1小时出现了一个之前这个，如果说出现那个上涨有压顶到了这个200均这里，你在下面进的一点小仓位，可能要就1小时仓位可能要卖一点，回来了我再把1小时仓位买回来，然后它一直往上走3不背驰，那你1小时仓位就要一直拿着。如果说想卖的话，比如说它这里也出现过很多次的这个小中枢，那你就要降到更小周期做5分钟、15分钟的这个交易，才能够把仓位减下去，晓得吧？因为你1小时让它一直是往上走的，所以一定是不同的周期对应不同的仓位，那你这样才会不乱，所以你才能够拿得远。所以说针对它的话，你只能做非常非常小周期的一个交易去。好的，那么针对这个的话，我们讲的比较细一点，毕竟，基本面很好的，图形上也不错，但是就看你不要去追涨就是最好的。还有1分钟时间，还有1分钟时间。丽丽朋友又问了一个 ETHA， 然后下面有一个朋友7667问了一个 BE， 还有就这2个票。我们看一下，时间不太够。我们看它这个，这个 BE Bloomberg Energy Corporation 我也注意过，它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公司，好像也是最近也是受到一些消息的刺激，应该是它给亚马逊还是谁提供一些能源吧。但是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分析到太多了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所以说，但是整体来说，基本还是那句话，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情况下，你就像它这种起来了，你就不要追了。你看到没有？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，那你去它的小周期，这都2个小中枢了，小周期已经很饱满了，你等待大周期给一笔回落的时候再进。所以说一定不要去追涨。然后那个丽丽朋友问了一个 ETHA 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啊，是个 ETF。
是这个以太币的一个 ETF。那么这个以太币就看比特币就好了。你比如就在一个中枢盘整的，没有方向就震荡，你就去做震荡就好了。但是细节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再分析了，因为已经到时间了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早一点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早的分析。因为毕竟每一个股票，我想说的很细，说的很清楚的话，是需要花时间的。不是说我简单一说啊，我看一下均线现在离得很近，怎么样怎样，对吧？我需要把这个结构说的很清楚，是需要花时间的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我们今天直播就只能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参与，再见。